我辛苦把公司做大，妻子却要和我离婚，还伪造我做假账的资料，以我挪用公款的理由，让我把公司总裁的位置让给他的初恋。我不怒反笑，直接成全他们。一时间，周围的人都觉得我疯了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是林氏集团失散多年的继承人，也是公司最大的投资商。一旦初恋接手公司，我会立刻撤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凌晨，你私自挪用公司公款，根本不配做公司的总裁。你知道因为你这样的做法让多少员工寒心吗？随后，陈玲将一叠资料重重地甩在我脸上，我懵了。挪用公款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陈玲的初恋贺兴明故作惊讶，对不起陈哥，我还是没能瞒住这件事，让玲玲发现了，但她也是为了你好，你可不能再这样犯糊涂了呀。员工们听到这个消息，无一不露出震惊的神色，都在小声议论着什么。天哪，林总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？没想到林总会是这样的人，平时也没看出来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我捡起资料，发现是公账开销的账单，其中有一笔钱是我私下请资方去游玩，中途却遇到小偷，丢了银行卡。情急之下，我用的公账，但第二天找回卡之后就把账不上了。这些事陈玲也是知道的，账单里还有一些其他项是我根本没用过的。我一头雾水，朝陈玲小声问道：玲玲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陈玲眼神里满是轻蔑，不耐道：没什么误会，你心术不正，不配管理公司。我觉得还是把公司交给兴明比较稳妥。我目瞪口呆，怀疑是自己听错了。还未等我多想，他提高嗓音，语气不悦道：有话就光明正大的说，别以为私下讨好我就会放你一马。你挪用公款，我本就要代表员工起诉你，但兴明一直为你求情，说要我念在以前的情分上不要把你起诉。你还不谢谢人家？既然要谢，就把你总裁的位置让给他吧。兴明可比你有能力多了，做事清清白白，不像某些人投机取巧，最后自掘坟墓。我刚要解释，一旁的贺兴明露出得意的笑，随后又表示惋惜道：陈哥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真是太让人痛心了。大家跟着你是相信你，可你竟然这样让大家失望。不然你道个歉吧，知错就改，我们还是可以原谅你的。贺兴明看似在为我说话，实际却坐实了我挪用公款的罪名。一旁的陈玲又继续输出：挪用公款这种事，有一就有二，你让大家说，你这种人还有资格在管理公司吗？一个戴着眼镜的高挑男生站了出来，高声道：说得对，你这样的人不配做总裁，换人换人。有了他的开头，身后的员工们个个气愤填膺了起来，就是这种人就不配管理公司，快滚下来，退位，让玲姐和兴明哥带领我们，他们一定能带我们走向辉煌的未来。一时间，公司响起此起彼伏的哄闹声。我看向陈玲，眼神逐渐暗了下来。当初是我白手起家，成功后还用空余时间来照顾他，他的一日三餐、日常起居都有我的身影。可没想到我竟养了一头白眼狼，喂饱了就要反咬我一口。至于贺兴明，是当初陈玲不断哀求我让他进来的。刚开始我没同意，因为他什么都不会，而且跟公司的招聘条件完全不符。陈玲却自作主张地把人招进来。我问起这事时，他就会向我撒娇：凌晨，你就破一次例吗？好不好？就当是为了我，
看到他不停地冲我撒娇，我的心还是软了下来。好，那就依你。我同意后，看到陈玲欣喜的表情，我也不自觉地开心起来。把贺兴明招进公司后，本以为给点轻松的活就行了，结果他什么都做不好。比如让他去接个客户，他却把客户扔在机场一晚上。还有陈玲让他负责了一个300万的项目，最后因为他的懒惰懈怠，让一群人的心血功亏一篑。可他对这件事满不在乎，丝毫没有觉得自己哪里错了。而陈玲也一直在为他辩解。在公司里，陈玲对贺兴明的偏爱，大家都有看在眼里，自然不会对他有什么意见，反而都在恭维他。反正这个公司已经烂到底了。我心如死灰地看着陈玲，淡淡道：“我让。”陈玲心情愉悦，嘴角微微扬起。虽然你做了这种不可原谅的事，但我毕竟是你的妻子，只要你把位置让出来，再给大家道个歉，我还能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我直接打断他：“不用，我们离婚。”一时间，公司的人都炸了，都没想到我会这么轻易地跟陈玲离婚。他们都知道，我之前很爱陈玲，对她很是放纵。陈玲为了贺兴明，多次要求我打破原则，比逼迫我让位更严重的事都发生过，我都没说过跟他离婚。甚至当初陈玲说想要公司挂在他名下，我二话不说的照做了。对于他的要求，我都会放在第一位。所以现在我跟他离婚，等于净身出户，什么都得不到。陈玲听到这话，脸上的表情越发烦躁。凌晨，你就因为这点小事跟我离婚，至于吗？一旁的贺兴明也附和道：“是啊，陈哥，你们怎么能离婚呢？你的家产都写在玲玲名下，万一离婚了，什么也分不着呢。”我心中不禁冷笑，我这还没离婚呢，就惦记上财产了。估计他早就想好这笔钱要怎么花了，真是可笑。他从一开始接近陈玲，就是为了这笔巨额财产，还是他们俩早有预谋，就是为了这一天？我轻笑，目光看向陈玲：“你说倪玲玲，这钱该怎么分？”陈玲扬了扬下巴，露出得意的笑：“我们之前签过协议，如果离婚，你就要净身出户，而且公司包括房子、车子写的都是我名字，这些财产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”听完这些，我内心一阵悲凉。曾经放在心尖上的人，如今却对自己恶语相向。我控制住情绪，决定再给陈玲一次机会。这家公司当初是我们一起建的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陈玲立刻撇清关系，不屑道：“这家公司虽然是一起建的，但公司能变成这样，都是我和兴明拉来的投资，公司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跟你又没关系。”贺兴明牵住陈玲的手，柔声道：“玲玲，不要这么说陈哥，好歹陈哥也在公司待了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而且投资的事他也有在帮忙的。”陈玲啧了一声，满脸鄙夷地看向我，说到投资我就生气，谈合作的时候你中途跑出去，差点误了大事，要不是有兴明在，那笔投资可就黄了。我不禁冷笑，那次是我注意到资方脸色不对，看出了他是低血糖，后来叫贺兴明去买巧克力，可他迟迟不肯去，最后只好自己跑一趟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投资方已经面色惨白，还好我回来的及时，这才没让资方晕倒。这件事过后，客户为了感谢我，应下了合作，这才能让投资顺利进行。结果陈玲竟然说这是贺兴明的功劳，还怪我不靠谱。贺兴明一脸担忧地看着我：“陈哥，我也想帮你，但你确实做得不对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替你好好管理公司的，但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。这份转让书你
也签了吧。我扯了扯唇角，淡漠地看着他，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一旁的陈玲不悦道：既然决定让位，就不要占着这个位置了。接着他拿出离婚协议书，还有这份离婚协议书，你也一同签了吧。看着曾经的爱人，如今竟对自己没有半分情意，真是悲哀呀。我拿起笔，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陈玲，希望你以后不要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。签完后，陈玲脸上露出得意的笑，呵呵，我后悔，所有财产都在我这里，你现在可是什么都没有了，该后悔的是你才对。说不定我还会在路边看到你乞讨呢，到时你求求我，哪天我心情好了，还能大发善心赏你2个铜板。贺兴明也附和道：玲玲，你真善良，我就喜欢你美丽大方的样子。陈玲被这么一夸，心情愉悦了不少。今天正好是公司成立5周年的晚宴，虽然你已经不是公司的人了，但我可以允许你来参加。看着陈玲高高在上的模样，我直接拒绝。贺兴明指着我，语气不耐道：人家玲玲是给你机会，你别不懂得珍惜。陈玲啧了一声，罢了，你可别后悔。走之前，贺兴明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路过我身边时小声道：呸，什么都不是的玩意。他的口水吐在了我的皮鞋上，我强压怒火，不悦道：站住！两人回头，我目光狠厉地瞪着贺兴明，把我的鞋擦干净。贺兴明满脸不屑，一副你奈我何的表情。见他不为所动，我忍着脾气再次重述了一遍刚才的话。贺兴明见状，知道不能再装作听不见了，他故作为难道：如果陈哥是在为刚才的事生气，你可以打我骂我，但你也没必要这样。算了，我还是擦干净好了。说着，他就要蹲下去，还默默观察着陈玲的表情。陈玲赶忙将他拦下，随即愤恨地瞪着我，不悦道：林晨，你又在做什么妖？你生气也是你自己做的，凭什么羞辱兴明？贺兴明脸色惨白地看着陈玲，我没事的，我这样，陈哥或许能好受些，就不会再因为股权转让的事为难你了。接着，贺兴明佯装蹲下来要擦鞋，但他迟迟未动。陈玲嘶声力竭道：林晨，你别太过分，你不就是嫉妒兴明能力比你强，比你优秀吗？自己做错事怪得了谁？这谁能忍得了？我直接把他的脸摁了下去。贺兴明立刻发出惨叫声，我无视陈玲的吱哇乱叫，直接转身就走。走出公司后，我打了一通电话，不到10分钟，一辆劳斯莱斯停在了我面前。林氏集团继承人的身份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，本打算等下周忙完就给陈玲一个惊喜，可我还没来得及跟她分享，就发生了这种事。想当初还是陈玲追的我，那个时候我在操场打球，有许多女生想给我送水，我都拒绝了，陈玲也不例外，但她偏偏是最执着的那个，被我拒绝后依旧热情不减。就这样，陈玲坚持了半年，我的心也在一点一点的融化。最后我接受了她的告白，顺理成章地跟她在一起。我们在一起后，虽然日子不富裕，但我为了让她开心，我不顾烈日暴雨也要出门兼职。为了她，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，她也会心疼我，要我别这么辛苦。林晨，你不需要为我做这么多的，我只要你陪在我身边，这就够了。可我却不这么想，我想要给她最好的，别人有的，她一样也不能少。这些年，她默默地陪在我身边，鼓励我向前，考虑着我们的未来。今天本来要向她坦白身份，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变故。我上了车，有同事看到之后，拍下照片发到了公司群。陈玲和贺兴明知道后，
脸上全是不可置信。这不可能，他刚离婚，这车不可能是他的。没错，玲玲，以他现在的条件，哪里能坐得起这么好的车？该不会是他打击太大，自甘堕落了吧？陈玲左思右想，也同意了这个观点。也是，他现在可是一无所有呢。与此同时，我坐在别墅里，老爸得知我的遭遇，叹息道：“早就跟你说过，陈玲会忘恩负义，你非要为人家做这么多，看吧，人家现在也不领情。”我垂下眼皮，轻声道：“这些我自己解决就好了。”老爸点点头，接着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卡，里边有5000万，随便刷，别受委屈了。第二天的商业宴会，我代表了自家公司去参加，结果遇到了陈玲和贺兴明。我抬眸就看到了一条熟悉的领带，此时它出现在了贺兴明的身上。那是我以前一直想让陈玲送我的，但他一直推脱。即使我为他花了很多钱，但始终没等到他送我。而现在，他却送给了贺兴明。当年我全心全意地对陈玲，却换不来他的真心，真是可悲啊！只当我遇人不淑，付出都喂了狗。这时陈玲也看到了我，眼神轻蔑地盯着我。你竟然跟踪我到这来了！一旁的贺兴明看到我，讥笑一闪而过，随后说道：“玲玲，我看他就是还没有忘记你，后悔了，想来跟你认错的。”周围的人看到我，也在小声地议论着，他可不简单。我看到他是从豪宅里出来的，而且还坐着劳斯莱斯，看来又是哪家的公子哥了。在场的来宾，他看着最年轻了。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公子，年纪轻轻就能在社交场上游刃有余，真厉害。陈玲见状，满脸不屑地对我说：“凌晨，你肯定是傍上富婆了，没想到你竟然自甘堕落到这种程度。”一旁的贺兴明也附和道：“陈哥，再怎么样你也不能去吃软饭吧？好歹我们同事一场，要不你回公司上班吧？有个保安的岗位还招人。”说完，他一脸惋惜：“真是太可惜了，陈哥，你刚走，我们就拿下了个大单。”贺兴明所说的大单是我之前给陈玲安排的。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点多，忘记叫那边撤资了。陈玲得意地看着我，嘲讽道：“就说你能力不行吧，你还不信？都沦落到吃软饭了，可真够狼狈的。”面对他们的冷嘲热讽，我不但不生气，还用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。“喂，李怡，把公司的投资撤了吧。”嘱咐几句后，我挂断了电话。当我再次看向他们时，两人都捂着肚子笑个不停。“兴明，你听到没？还撤资，真是笑死人了。”他以为他是谁？玲玲，这是我今年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。陈哥，你真会开玩笑，哈哈哈！陈玲双手环胸，嗤笑道：“我看啊，他就是受刺激了，脑子不清醒了呢。”陈玲还想继续说，就被一通电话打断了。看到是投资方的来电时，他又朝我得意一笑：“看，估计又是找我来谈合作的，你就看着眼红吧。”他刚接通电话，对面就传来严肃的声音：“经过调查，你们公司的财务存在严重问题。经过董事会决定，已经撤回对你们公司的1亿投资，并且根据合同要求，你需要赔偿1000万。”“什么？1000万？李总，是不是搞错了？”“没搞错，限你1周之内偿还，否则我将起诉你们。”说完，对面便挂断了电话。陈玲死死握着手机，想要打回去，却发现怎么也打不通。一旁的贺兴明瞬间慌了，颤颤巍巍地说：“该不会是因为那通电话吧？不可能，他哪里有这本事？”陈玲大声地嘶吼着。忽然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对，一定是他找的富婆，一定是。凌晨，你真不要脸！下一秒，他
他的嘴角微微上扬，满脸鄙夷地盯着我。林晨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马上给富婆打电话，让她继续投资，不然你就等着社死吧。我微微一笑，没有富婆，我就是林氏集团的负责人。陈玲皱了皱眉头，眼里全是不屑。既然你不配合，那就休怪我无情。只要你的名声败坏，富婆肯定会把你给抛弃。说完，他朝周围喊道：大家快来看啊，这人是我前夫，我和他离婚之前，他就跟富婆在一起了。这种负心汉不配站在这里。周围的人听到我是负心汉，纷纷站出来指责我。小伙子，跟人家小姑娘好好过日子不好吗？偏偏要去找富婆，我们男人的脸都要被你丢光了，有没有搞错呀？小伙子，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好，偏偏去吃软饭，我最讨厌这种人渣了。保安呢？快把他赶出去。陈玲勾了勾唇，讥讽道：林晨，你现在过得这么落魄，也只能靠讨好富婆维持生活了吧？一旁的贺兴明像是想到什么，眼眸微转。玲玲，这些年你应该在他身上花了不少钱吧？既然陈哥现在有钱了，那你就把玲玲这些年照顾你的费用，还有他在你身上花的钱都还回来吧。毕竟玲玲这些年也不容易。我看向陈玲，皱着眉头问：你也是这个意思？陈玲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我垂眸轻笑：好，那我们就来算一笔账。这些年公司的设施都是我花钱买的，我把银行卡给你保管，你每个月上百万的流水我都没说什么，你是怎么好意思要我还钱的？说完，我直接拿出了陈玲每个月的消费账单。众人见状，知道了前因后果，刚才指责我的人群纷纷闭上了嘴。这时我爸走了过来，陈玲看到他，立刻迎了上去。哎呀，这不是林氏集团的林总吗？我有件事想跟您说。我爸皱眉，沉着脸道：什么事？就是我们公司之前的总裁，也是我前夫林晨，他品行不端，他私底下玩得可花了，败坏社会风气，您快点叫人把他赶出。还没等陈玲说完，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透了整个宴会厅。贺兴明见状，连忙上前抱住陈玲：玲玲，你没事吧？随后他恶狠狠地看着我爸：你这老头怎么还打人呢？我爸不想跟他们废话，抬了抬手示意保安把他们赶出去。陈玲懵了，反应过来后，指着我和我喊道：我明白了，你们是不是有一腿？好啊，林晨，原来你男女通吃，真让我恶心。贺兴明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原来陈哥你为了钱做到如此地步，要注意身体呀，毕竟这种钱也不好赚。陈玲嫌恶地看了我一眼，真恶心，为了钱做到这种地步，跟你在一起过都已经成为我的人生污点了。我看着曾经的爱人变成这副嘴脸，对他已失望透顶。匆匆赶来的刘叔听到这话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变了，怒斥道：嘴巴都给我放干净点，再这样我就叫保安把你们赶出去了。他们之前就和刘叔有过生意上的交集，看到刘叔突然这么凶，脸上浮现惊恐和疑惑。刘总，我们说的也没错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刘叔用看智障的眼神看着他们，不悦道：他可是林总的儿子，岂能随你们这么污蔑的？两人诧异又震惊。林晨，林氏集团老总的儿子，怎么会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还没等陈玲和贺兴明反应过来，老爸就来到舞台中心，欢迎各位宾客的到来。借着今天这个场合，我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，也是林氏集团未来的接班人林晨。台下的众人纷纷鼓掌。哇，这就是林总的儿子吗？这也太帅了吧！别看这小伙年纪轻轻的，
我听说他被找回来之前，就靠自己白手起家了。哇，真厉害，后生可畏啊！而此时的陈玲正瘫坐在地上，眼中满是不可置信。什么？他真是林氏集团的负责人？那我之前……等我走下台时，陈玲拉住我的裤脚，嘴里不停呢喃着：“林晨，我们复合吧，我们一定还能像以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”他这一闹，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听说这是小林总的前妻，他跟其他男人厮混，所以就和他离婚了。我垂眸看着陈玲声泪俱下的模样，心中情绪翻涌。他这副模样，要是放在以前，我肯定会心疼。但现在，我内心没有丝毫波澜。我眼神灰暗，冷笑道：“陈玲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珍惜，怨不得谁。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就各自安好吧。”陈玲紧抓我裤脚不放，不停地摇头：“不要，我们一定还能破镜重圆的，一定能。”破镜重圆吗？可惜再也回不去了。贺兴明来到陈玲身边：“玲玲，别求他，没有他，我们也能过得很好。”陈玲还想再说什么，就被我一把甩开了。贺兴明扶起他，脸上全是心疼。陈玲环顾四周，发现都是看他笑话的人。随后，他将怒火对准贺兴明：“都怪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？要是没有你，我现在就是林氏集团的少夫人。是你，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”贺兴明皱了皱眉头，耐着性子哄道：“玲玲，我们一定会比他过得更好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”陈玲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贺兴明，直接把贺兴明推开：“你滚，都是你的错。我现在本该是林氏集团的少夫人，都是害的，都是你害的。”贺兴明看着陈玲这副模样，耐心也逐渐耗尽，嘶吼道：“你怎么好意思说我的？要不是当初我去求那个有特殊癖好的老男人投资，公司现在早就破产了。”陈玲哪里被贺兴明这么凶过，直接给了他一巴掌，便匆匆离开了现场。后来我开始接手家里的产业，在合作场上游刃有余。哎呦，真是年轻有为呀，有你老爸当年的风范。我微微一笑：“刘叔您过奖了，我等小辈还有需要诸多学习的地方。”酒局结束后，一个戴着口罩、穿着性感连衣裙的女人撞到了我怀里。我垂眸，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，是陈玲。他把头埋在我胸膛，娇滴滴地说：“林晨哥哥，我想你了。我想我们在一起的日子，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可以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吗？求求你了。”他说着说着，语气越发委屈。看到他泪汪汪的模样，我心里有些动容。想当初在学校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叫我的。他等我下课的时候，他陪我去郊游的时候，他在我们校外小家的时候，那时候陈玲青涩又懵懂，是十指相扣都会害羞的小孩。可惜当初的小孩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陌生人。我直接推开他，冷声道：“请自重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”话音刚落，我突然感觉眼前一片黑暗，晕倒前我听到了陈玲和贺兴明的说话声：“玲玲，接下来就靠你了，你可不能让我失望啊！”当我再次醒来时，看到自己身处在一个酒店房间里，陈玲在一旁自顾自地呢喃着：“你不要怪我林晨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只要怀上你的孩子，公司就有救了。”我想要坐起身，却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绑着，怎么挣扎都挣不开。身旁的陈玲又说了一些关于以前的往事：“林晨，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？以前的我们多么幸福啊！那时候我就算跟着你吃泡面，我也感觉很幸福。
如果能回到最初，该有多好啊！我当初说想吃西餐，可你身上的钱只够我们俩吃路边摊，你就求人到处借钱，最后西餐也吃了，那是我难以忘怀的味道。后面我们有钱了，却再也吃不出那个味道了。我发现他其实不想伤害我，所以我找到了突破口，便开始苦口婆心地劝他。看到他有所动容时，说道：玲玲，你现在属于绑架，你放了我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，好不好？陈玲犹豫再三，最后选择放了我，还把在门口放风的贺兴明给骗了过去。我成功获救后，并不打算报警，而是开始反击。我动用身边所有的关系，让其他投资方都不敢跟贺兴明他们合作。贺兴明气炸了，他想到还有陈玲这个筹码，便拉着陈玲找上门。凌晨，你出来，他肚子里怀的可是你的种，将来更是林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你有义务要给玲玲赡养费。我打开门，看着恼怒的贺兴明，轻笑道：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贺兴明听到这话更加得意了。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问问他。我将视线落在陈玲身上，问道：你确定怀了我的孩子？还没等陈玲说话，我就听到贺兴明得意地说：错不了，我那天可是看着你和玲玲进的酒店房间。我嗤笑一声：那你问问当事人怎么说的。贺兴明兴奋地看向陈玲：玲玲，快告诉他事实，等你当上林氏集团的少夫人，我们公司就有救了。下一秒，陈玲心虚地摇了摇头。贺兴明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：玲玲，怎么会？那晚你们不是……接着，贺兴明的电话响了，是投资方催债的。喂，还不还钱？那就法院见吧。贺兴明听到这个消息后，眼神里满是绝望。不会的，事情一定还有转机。凌晨，你不认这个孩子的话，我就去媒体面前曝光你，要你身败名裂。我没有理会贺兴明的风言风语，厉声道：快走，别在我门口发疯，不然我叫保镖了。等他看到保镖出来时，贺兴明这才带着陈玲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可他们回去后又开始作妖了。贺兴明在网络上开直播，散播我抛妻弃子的谣言，大家快来给玲玲评评理呀！林氏集团的继承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渣男，苦了孩子跟孩子他妈，遇到一个负心汉，而且对方有钱有势，我们这种人哪里能反击得了？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，为陈玲母子讨回公道。说着，就拿出了一张孕检报告单，瞬间，在直播现场的网友们瞬间炸了。这男的也太可恶了吧！真恶心，男的就不能管好自己吗？做出这种事，又对人家不负责。林氏集团是吧？大妹子别怕，我给你主持公道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顿时，直播间的人数火速暴涨。林氏集团的官网很快就被直播间的人给攻破了，都是关于我抛妻弃子的言论，也有少数明事理的网友。这年头，网络上的事真真假假，你怎么证明他们说的一定是真的呢？就是，网络上的反转事件还少吗？但这寥寥无几的评论很快就被淹没了。他们这样一搞，导致林氏集团的股票跌了不少。这边，老爸正焦急烂额地想着处理方案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爸，不用担心，你儿子留下的烂摊子会自己解决。老爸担心地看了我一眼：你可以吗？我坚定地点了点头。老爸看到我胜券在握的样子，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不少。我没做过的事，当然有底气，这场仗我必赢。我也开了直播，很多人认出了我是事件的当事人，纷纷把直播间分享了出去。很快，弹幕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：哇，
这就是林晨吗？林氏集团的负责人，好帅呀！我呸，帅有什么用？还不是穿上裤子就走的人渣！你们别这么快下定论，万一人家是冤枉的呢？孕检报告单都出来了，而且他和陈玲以前还是夫妻，孩子不是他的能是谁的？一时间，直播间里的评论两极分化，一边是维护我的，一边是骂我抛妻弃子的。我看向镜头，轻笑道：“孩子是不是我的？你们叫陈玲跟我当面对质不就好了？”瞬间，直播间安静了下来。下一秒，屏幕的评论都变成了同意。有了网友们的推波助澜，贺兴明和陈玲很快就申请了跟我连线。我同意后，看到陈玲一脸心虚的表情和贺兴明得意洋洋的模样，我勾了勾唇。听说就是你造谣我抛妻弃子。贺兴明不屑道：“那本来就是事实，你伤害了玲玲，还把她肚子里的孩子抛弃，要不是我在她身边，他们母子恐怕就要流落街头了。”他说完这话，我的评论区就出现了许多恶评：渣男不得好死，要不是有对面主播曝光你，恐怕你还在饮酒作乐吧。长得一表人才的，背地里却是这样的人。贺兴明见网友都在偏向他，脸上的笑更得意了。林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之前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现在被人唾骂是你的报应。我刚想话，又被他打断了。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局面，也是你一手造成的。只要你让玲玲坐少夫人的位置，我们就原谅你之前的渣男行为，这也算是你对玲玲的补偿。此时，陈玲楚楚可怜地说道：“你要是不想，我和宝宝只要抚养费就可以了的，条件很简单，就是把之前公司留下的烂摊子给收拾掉，再给我们转300万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”我轻笑：“那要是我不做呢？”两人都没想到我会是这个反应，脸上写满了诧异。可贺兴明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嘴角微微扬起：“我们可是有证据的，要是你不赔偿，就等着被千万网友唾弃吧。”说完，他拿出一个相机，相机里播放着陈玲和我进入酒店房间的视频。视频一经播出，网友们瞬间炸了，我的评论区全是谩骂声，还有叫我赔偿陈玲的声音。我不但不慌，语气淡淡道：“那就报警处理呀。”这下两人彻底慌了，面对网友们的问题，他们也回答不上来。最后，我戳破了他们的谎言，公司也没有再被舆论影响。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，是在一场聚会上。你们还记得之前在宴会上大闹一场的贺兴明和陈玲吗？记得，那个陈玲好像还是林总的前妻。他们呢，因为还不起巨额债务，被法院判决无期徒刑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内心竟没有丝毫惋惜，这都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，真是自食恶果。而我完整的接手了林氏集团，也获得了不一样的人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